在下赢了这场官司，理据尽战。只是那杨文武他心胸狭隘，一时动了气，才致此结果。这样的结果，由学生来承担，学生自然是不忍。根本就不是官司的事儿，而是你不知轻重，打得文武书血脉尽损。哈哈哈！我告诉你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学生敢对天发誓，那天的力度虽然说是重了些，不至于心脉受损，恐怕是哪个庸医一时糊涂，耽误了吧？拳脚无眼呐！我文武说已经40有余啊，你倒还能跟你这20岁的武夫相比吗？不是你，我相公就是被你活活打死的，大人，你要为民妇做主啊！民妇的相公死的实在是冤呐！大人，学生要求当堂验尸。大人，这可万万不可！荒唐！死者为大，人家性命已毁于你手，难道还要让他再受侮辱不成？你这人生性恶毒，若不严处，实难让生者雪恨，死者安息。本官宣判，杨旭杀人属实，罪无可恕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现判其处死，依照日月公理。本人将杨旭收监，应天府衙。哎，大人不公！杨旭冤枉！杨旭冤枉！杨旭冤枉啊！大人，杨旭冤枉啊！杨旭啊，杨旭，这是天要收你，老夫无能为力呀。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就赶紧交人吧。好。夏兄，夏兄，哎，怎么样了？罗大人给你弄了一个军级身份，现在你的案子不归应天府管了，转移到五军都督府受理。听说是中军都督府接下的案子，由中军左都督亲自听审。哎，那之前的宣判呢？哼，之前的审判全部作数，刑部发还重审。太好了，爱死你了！徐大都督怎么还不来？回大人已经着人去催了。啊！大都督到。大都督，开始吧。升帐！参见大都督，参见主审大人。杨旭，现有国子监太学生杨宇，待杨审时告你谋杀杨文武，你认不认罪？杨旭不认罪。好，那就双方各自举证吧。禀大人，杨文武数日前猝死家中，其惨象学生是亲眼所见。倘若他命该如此，则与他人无尤。可杨文武一向身体健硕，无病无痛，其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此乃长寿之象。说重点。是。总之呢，杨文武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撒手人寰。真正令杨文武撒手人寰的凶手，就是他杨旭。杨旭少小离家，今日重回故里，这本应是大喜之事啊。只是杨家旧宅受风雨侵蚀多年，年久失修，
他早已是破败不堪了。哎，停！跟你们这些书呆子打交道真是麻烦，啰里吧嗦说半天全是废话连篇。学生惶恐，学生会尽快收到的。刚刚学生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杨旭归家，杨旭归家并未提前告知任何族人，这如何能让我们早做准备啊？结果他一看自家旧宅残破至此，不由分说的就将错责全部怪在了众族人身上，还丧心病狂的屠杀了族人寄养的耕牛。你能不能说重点？说不到重点就别说了。哦，杨文武要阻止杨旭杀自家的耕牛，结果反被杨旭毒打，当场呕血，心脉皆损，挨不到几日就去世了。所以杨旭是杀人凶手。说完了。啊，说完了。该你说了。是大人。在座的诸位大人想必都是习武之人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诸位大人对于自己的拳脚力度，又究竟了解多少呢？就由这位大人替所有的武官来回答。这么说吧，倘若只有一身蛮力，这下手自然不会知道轻重。但若是修习行家功夫呢，这拳脚的力道，倒也能控制得住。真正有道行的高手，那一拳一脚都是能收放自如的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。杨旭自幼习武，对于自己的拳脚力度十分的有分寸。那天我承认，我的情绪是有些激动，下手是重了一些，但是下手的力度绝不至于将人致死。第二，大人，我想请当日给杨文武看病的大夫，请上来当堂问话。准。老夫参见徐大都督，参见主审大人。老大夫请起。老大夫，恕晚辈无礼。晚辈想知道，当日你给杨文武看病的时候，他的状况如何？老夫当日诊断的时候，杨文武的心脉确有损伤。听见了吗？就连大夫都这么说。杨旭，你还不承认自己的杀人过失？大夫他还没有说完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杨文武的心脉是有损伤，没错。可老夫也说过，就照老夫开的方子，好好的调理下，少些情绪躁动，他的性命是有保障的。回大人，据杨生元所说，杨文武是前几日听了那场官司，情绪躁动，继而身亡。也就是说，是谁跟他提起了那场官司，谁就是真凶。想那杨旭前几日才判的死刑，能这么快就翻案？哎，真是神了啊！那不过是借着军籍的身份换个断案的地方，究竟能不能翻案，还言之尚早啊！哎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我听说那个杨旭他能言善辩的，他连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哟，是不是？可不是嘛！以后这种事儿咱们就找杨旭去，他死人都能说成活人呀！啊！对呀，说得好。你们说这杨文武也真是的，大夫都跟他说了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了，可他偏要自己找气受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自己把自己给搞死了？大人，注意点。是。接着说。江宁县那场官司，我杨旭赢得理所应当。那之后一直在家收拾残局，这一点，我的3个好朋友，还有仆从皆可以证明。亦有偶尔出入，也有人可以证明。对了，就连杨审事也可以为我作证。怎么可能？杨文武病我家中，杨审事寸步不离，陪伴他的左右。他在病中见过什么人，他一清二楚。大人大可传唤他，
与杨旭当堂对质。传杨审事上前问话。民妇杨审事见过徐大都督，见过主审大人。杨审事，本官问你，在你夫婿卧床期间，可曾见过杨旭？回大人，不曾。哦，那如此说来，杀害你夫君的真凶便不是杨旭。大人，分明是杨旭打伤我夫君在前。若不是他，我夫君怎会心脉受损，又何至于暴毙身亡？沈娘莫急，我这第3遍是要找出杨文武的真正死因，还死者一个清白，也还我自己一个清白。大人，杨旭恳请当堂验尸。传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杨旭他要当场验尸啊！哎呦，胆子这么大呀！我还是去看看吧。看好了，啊！禀告大都督，主审大人，尸体已勘验完毕。什么结果？回大都督的话，死者确实是猝死无疑。据《洗冤集录》所记，死者眼开而惊突，口鼻内皆有清血水痕迹，满面血印而赤黑，估计死者生前有被外物压塞口鼻。还有被植在死者的鼻腔之内，发现了些许颗粒，初步判断是夹竹桃的花粉，此花粉性毒，易使心脉受损之人得心悸猝死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是，大人。本我，到底是谁害死了你？你说话呀！应天府的人何在？参见都督大人。你们应天府是怎么办事的？验尸这么大的事都能出了纰漏。若是我向圣上参你们应天府一本，我想这个后果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都督大人饶命！都督大人饶命啊！吴不杀，标下在。本案既已昭雪，就不该归咱们管了。你把案卷整理一下，退回应天府，告诉他们，若再出问题，这个乌纱帽就不用戴了。是。杨旭，是。现真相大白，杨旭无罪释放，着人赴青州，追回削其学籍功名的文书，其家产原数奉还。若有异议的，先自己领30军棍，再来上告。多谢大都督。大都督请留步。杨旭还有一事，想请大都督为我作证。说。我本无意与家族邻里作对，只是他们咄咄相逼，千方百计想要置我于死地。今日不是你杨家除我杨旭之名，而是我杨旭脱离莫离杨家。从今以后，我杨旭遵循母系下士，单字一个寻，寻者海泽也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之前发生过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从今以后，再如此，我夏寻必定加倍奉还。